小玉，你听我妈的准没错，只要咱俩今天把生米煮成熟饭，你爷奶就没法把你卖给刘家那个傻子了。小玉，我有多喜欢你，你是知道的，你就答应我吧，啊！娘，你真要借钱给小玉？你傻呀！你先哄骗她生米煮成熟饭，我再带人撞破。失了陈杰的女子，谁还敢娶她？到时候咱们都不用出钱，还能把媳妇儿给娶回来。那小玉她爹呢？不是答应他借钱给他爹安葬？找个草席裹了，扔后山，让那些野狗吃了骨头都找不到。小玉，怎么了？程哥哥，我害羞，要不你先去洗洗，我就在这儿等你，哪儿也不去。好好好，小玉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洗得干干净净。哎呦，这谢家的丫头真是不检点，大白天就缠着我家风儿，咱们快去瞧瞧，别出啥事儿。救命啊！强奸了！程峰耍流氓了！我不活了！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都别看他，不许看，都不许看！各位婶子救命！程峰说借钱给我买地，却把我骗进屋，羞辱于我，我不从，他还要打我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这是要逼死我！小贱人，你胡说！明明是你勾引我家风儿，我勾引他？大家看看，衣服都在我手里，要是再晚一步，我就被这畜生毁了！我要去报官！不准去！程家强盗！欺负我爹刚死，我不活了！小玉啊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快去叫村长，怕是要出人命了！婶子，你让我去死吧，我没脸见人了！我爹走了，留下我和我娘还有2个年幼的弟弟，我要是被他们玷污，我娘跟我弟妹可怎么活啊？放屁！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小娼妇，赶紧给我起来！给我住手！村长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我要报官！看看你儿子干出这种丑事儿，老程家的脸都被丢尽了。要是小玉报官，程峰这辈子也别想参加科考。村长，这都是误会。小玉啊，你开个价，这事儿千万不能报官啊！我家风儿还要考秀才呢。私了可以，我家里1分钱都没有，你赔我6两银子，给我爹办后事，还有山脚下那块荒地归我家，我要葬我爹。6两？你抢钱啊？而且那荒地是村里的，你凭啥要？不给，那我现在就死在你家门口，让你儿子背上一条人命债，你看他还能不能考秀才？程家的，给钱。那地反正也没人种，我做主给玉丫头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与程峰恩断义绝。若我听到谁再敢在背后编排我，我就拉着他一起走。克死男人的丧门星，还敢问我要钱买棺材？我呸！那老大的尸首直接扔后山喂狗得了。这2个小赔钱货就卖给隔壁村的刘傻子抵债。娘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你别打孩子了，求求你。娘！哎呦，你个小贱人，老娘的腰啊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，送到刘家去换钱。玉儿，你走，别管我们，快走啊！我的胳膊，这疯丫头杀人了！来啊，谁敢动我娘和弟妹，我就先送他下地狱见我爹。老东西，你不是想要银子吗？我先送你去下面，我给你烧啊！别乱来！老招娣，你还不管管你女儿？女儿，你先放开你奶！你闭嘴！这些年来，要不是你非要说一家人没有什么隔夜仇，爹娘再不分家的屁话，我爹早就带着我们分家了。现在爹死，我也不想活了，杀一个扯平，杀2个就赚了。
把刀放下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村长，他们要把我绑去刘家，他们不给我活路啊！菊花，先把刀放下，我替你做主。不，我不放，我没有办法了，这死老太婆也别想活了！不要！闭嘴！分家怎么样？把你们一家4口分出去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就不同意，我先杀了这个死老太婆，再杀你！分，我代表村里做主，让你们分家。玉麻头，乖，把刀放下。让他滚！我要我爹生前的猎具和那几间破草屋。给你，都给你。既然要分，那就端干净。以后他们4个活不下去了，可不能再找回来。好，写。多谢村长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玉儿，咱们以后就住这儿，这屋顶都漏了，拿啥活啊？娘，只要咱们新奇，在哪儿都能活出人样来。咱们先把院子收拾出来。你们去那边玩。妹妹，你看这乌鸦真好玩。哎呀，这么大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谁在说话？大姐，你看。别看了，我要被玩死了！快救救我！我去，大白天见鬼了！挨千刀的人类，没死都被你摔死了。要不是小爷翅膀受伤了，高低飞你头上，让你尝尝小爷刚酝酿好的琼浆甘露。我能听懂鸟语。喂，人类，快救救本大王的翅膀！老子以后带你在这后山横着走。我靠！关门干什么？不会把我本少爷拔毛下锅吧？救命啊！救命！别动！你在向我求救？我操！居然有个能通灵的两脚柔！对，是我，就是我在求救。你刚才说我救了你，你能带着我在山里横着走？对，能带我打猎？能的，还能告诉你哪里有野味，告诉你怎么打猎最容易成功。怎么样？你确定？我从来说一不二。好。娘，我去镇上买东西，你们把院门锁好，程家来人就喊乡亲帮忙，别放他们进来。好，你路上小心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不会要把我卖了吧？我家没药，到镇上给你买金疮药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晚上就把你下锅。知道了，赶紧的吧。我跟你说，山里有好多能吃的果子，桑葚、树莓，现在正是成熟的时候。虽然卖不上高价，但总比坐吃山空强。你认识路？当然，没有鸟比我更熟悉那座山了。这样也好，等从镇上回来，就带着乌鸦进山摘果子，有他盯着，也不怕遇到猛兽。大夫，麻烦给这乌鸦治伤。胡闹！我们医馆是给人看病的，不给畜生治。您就帮我看看吧。看不了，赶紧滚！那你给我点金疮药和纱布吧。真是无奇不有，自己都穿着破衣服，还给个乌鸦治病。轻点，轻点！你会不会包扎呀？闭嘴！有人给你治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。我饿了，要吃饭。忍着，回头给你留口饭。等等，有兔子的味道，很浓。真的？在哪儿？往前走10步，右拐那丛酸枣树后面有个兔子洞，里面有只大兔子。还真有兔子！别跑，给我乖乖听话。还有一窝小兔，快掏出来，一起带回家养着，以后天天有兔肉吃。
突然有点舍不得吃了，先带回去养着吧。狼来了，快跑！快把兔子扔了！这头狼饿好几天了，它盯着兔子呢。我靠，你疯了！不要命了吗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救命之恩，我无以为报。这只小兔子给你。多谢恩公。哎，姑娘。哎，姑娘。玉儿，你猎到兔子啦？弄个篱笆把这些兔子先养起来吧。哎，行。玉儿，村长刚才来说，明天要和你爷谢家那边去县衙把户给分出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时月，你干什么？二叔，你挤到我的鸟了！没良心的小贱种，那是你二叔，还比不上一只畜生！为老不尊的死老太婆，马上就分户了，我管他谁啊？就是比不上一只畜生，咋啦？你，行了，别吵了，像什么样子？村长，停下车，我去买2个包子。村长爷爷，辛苦你们跑一趟，这点东西垫垫肚子。一点家教都没有。家教能当饭吃，你要是饿了，自己花钱买去。我家可没多余的钱养闲人。官爷，我想把户主写成玉儿，可以吗？写成玉儿不妥，她以后嫁人了还要重新开户，不如写谢萍的名字。就写玉儿，她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这户主就得是她。行吧，既然你决定好了，那就写吧。好了，从今往后你们就是独立户籍，互不相干了。现在有了文书，以后你们要是过不下去了，可别想着回来求我们。放心，你们别来求我们就谢天谢地了。哼，不知所谓。有野猪！县城里哪来的野猪？不是，是城外的树林里，还受伤了，得赶紧去捡漏，不然就被别人抢了。村长，我想去买点东西，你能不能在城外小路那里等我一会儿？没问题，我们也要去买东西，大概1个时辰之后，我们在城门口会合。娘，你带弟弟妹妹去看看，买点必需品，我出去一趟。好，你小心些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右边，右边。没看出来呀，你长得这么瘦，力气居然这么大！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每次有危险，你跑的倒是挺快啊！嘿嘿嘿，本能嘛！走着。村长，别等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地里还有活呢。再等等吧，小玉还没回来，等什么等？1个时辰都过了，凭什么等他？村长，我们走。不行，都不许走！罗招娣，要不要脸？要这么多人等他一个，赶紧滚开！你们不走，我们走。娘，大姐回来了！大姐背后背的是什么？好像是野猪！大姐背的是野猪！
于丫头，你从哪儿弄这么大一个野猪？这得有20-30斤吧？刚才买东西听到有人说山里碰到一窝野猪，我想着碰碰运气，正好让我捡了个漏。村长爷爷，你们可都看到了，这野猪是我扛回来的，跟有些人可没关系。快上车吧，回去了。哎，玉儿，这是做什么？娘，你烧水把猪毛拔了，这2条腿我拿去村长家，很快就回来。路上小心，早点回来，我们等你吃饭。知道了。谢时玉，给我站住！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小贱人，你勾引我家风儿，倒打一耙，现在我们风儿的名声都被你毁了。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当初是谁让程峰骗我生米煮成熟饭，想不花钱娶我？是谁说我爹的尸体扔后山喂狗？敢做不敢认。别血口喷人！我说了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喜欢我就算计我啊？那真是不好意思，受不起你的喜欢。再说了，一个被人都看光身子的男人，我可看不上，我嫌脏。谢时雨，吼什么？邻里四方都看到的，我又没有诬陷你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怎么，你要弄死我？来啊，试试，看我们谁先弄死谁。你个小贱人，还敢动刀！我要报官！报官？正好，我倒要让官爷评评理。你们算嫁良家妇女，毁人名声，该当何罪？谢时雨，你别乱来！你杀了人，你弟弟妹妹前程不要了。玉丫头，算了吧，大家都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别闹太难看了。婶子，不是我非要闹事，是他们不肯放过我啊！程家的，你们也少说2句，本来就是你们有错在先，都各退一步。今天就算了，再有下次，看我不砍死你！你说的灵芝在哪儿呢？就在附近，你仔细找找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有蛇！在哪儿？你头顶！啊！死乌鸦！你怎么不早说？它咬过来了！快动手！快打！快打！吓死我了！你这乌鸦探子怎么当的？这不能怪我，我光顾着找菌子了，没注意。你快看那枯树根下面。哇，这么多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走，去镇上卖钱，吃大餐。掌柜的，收山货吗？今天刚采的新鲜货。哟，这丛树菌和干巴菌一点都没错混，个头还这么大，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。现在城里的贵人们就爱吃这口鲜的。小丫头，你有多少我全包了。掌柜的，还有这个，您长长眼。极品紫灵芝，看这成色，虽然年份浅点，但这水灵劲儿，入药煲汤都是极品。小丫头，菌子我按最高价算你200文，这灵芝我出3两银子，一共3两200文，怎么样？掌柜的，我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毒蛇嘴里抢下来，一口价4两银子，以后我有好山货，还第一家送您这儿来。成，就当交你这个朋友了。老板，来20斤精米和20斤白面。算你有良心。吃饱了就干活，咱们回家。今晚给弟妹和娘做红烧肉。好臭，好臭！什么味道？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玉儿，是程家那个老太婆，她趁你不在家，提着一桶大粪就泼了进来，还站在门口骂了半天脏话。娘没用，娘拦不住她。程家老钱婆，我本来想让你们多活2天，你们偏要自己找死。谢时玉，
那老太婆破完粪没回家，正跑到村头跟那群长舌婆炫耀呢。娘，把门锁好，今天我不扒了这老钱婆的皮，我就不姓谢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那1桶大粪浇下去，谢石玉家臭的不行。我看他现在还怎么横，估计在家老老实实刷墙呢。程风娘，你这样做不怕谢石玉报复你家呀？那丫头疯起来可是敢拿刀砍人的。敢！我跟你们说，她就是装样子。那天明明是她勾引我家程风的，还偏偏做出一副被我家程风欺负的样子。她就是个浪蹄子，早就被我家程风睡烂了。不会吧，她看着也不像是那种人啊。哼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说睡了就是睡了，你们不信去当面问谢石玉啊。是吗？当然啦，我跟你说。老陈婆，往我家泼大粪不说，还敢当众毁我清白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松开！你个小贱人，快给我松开！救命啊！你不是嘴脏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好好洗洗嘴。救命！小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娘，你怎么样了？风儿，给我打他，打死这个小贱人！小玉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娘呢？我们之间就算有误会，你也不该下此毒手啊！程风，我问你，我们俩睡过吗？没啊。各位婶娘听见了吧？是这个老贫婆胡说八道。就她这张破嘴，就该灌大粪。谢石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娘说你已经把我睡烂了，去你娘的，你才烂呢！真当我是好欺负的？子不教，母之过，母作恶，儿受过。我今天就替天行道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这到底在闹什么？村长啊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谢石宇这个毒妇把我们往死里打呀！风儿，大夫，快叫大夫啊！别叫大夫，我没事儿。哟，死鸭子嘴硬，不请大夫，怕是要废了。村长爷爷，是他们欺人太甚，这老偏婆趁我不在，往我家院子里泼大粪，我气不过来找他理论，他竟然当着全村人的面造谣我和程风有苟且，说我身子都不干净了。程氏，你真泼大粪还造谣了，这可是能送官下大牢的罪。村长，是真的，程家这嫂子刚才说的可难听了。程氏，你简直败坏村风。我这也是气急了。可是他也不能把我儿子打成这样啊！他那是被你这当娘的自己砸废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大家可都长着眼睛呢。罢了，程氏，这件事是你们挑事在先，咎由自取。以后谁要是再敢在背后嚼舌根，坏人清白，我就按村规重罚。都散了。玉儿，听说程风被他娘砸废了，以后都不能生养了。这不会赖上我们吧？娘，全村人都看着呢，是他娘自己干的好事。这种人渣，废了那是老天爷开眼，老天爷在给咱们报仇呢。对，
恶人有恶报，谢时玉，给我吃肉，我也要吃红烧肉。吃，今天高兴，咱们全家敞开吃。明天进山，我还要带你们赚大钱。救命啊！救命！谢时玉，后面有尾巴，那老太婆带着她那个废人儿子跟在咱们后面呢。看那贼眉鼠眼的样子，准没憋好屁。就他们那半死不活样子，还想来报复我？不用管，加快脚步。我看他们那2条断腿能撑到什么时候？风儿，快点跟上！等到了没人的深山里，咱们就狠狠打死那小贱人！娘，我疼，我真的走不动了，我不行了。风儿，你怎么了？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杀人了！是谢时玉那个小贱人把我儿子打晕的，大家快帮我报官，抓他去坐牢！你放什么连环屁？当我们瞎？人家玉丫头半个时辰前就翻过前面那座山了，你儿子才刚走到这儿，难道他还会隔空打牛不成？就是，捉贼拿赃，你们1队的人跑到我们2队的山头，还诬陷人家丫头。昨天你儿子怎么伤的？全村人都看着呢，明明是你自己扑上去把他砸废的，现在还想赖人？别吼了，他这是急火攻心，加上私密伤口强般走动，导致2次撕裂疼晕的。以后啊，这传宗接代的事儿怕是彻底悬了，准备绝后吧。谢时玉，你看前面那棵大树上挂满了好吃的，这么多野葡萄，这可是好东西，镇上的有钱人最爱吃这个。李管事，这可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，新鲜着呢。这野葡萄个个饱满，一丝灵气都没散，好得很。这20多斤我全要了，给你200文。多谢李管税，以后有好的山货我还送来。老板，上次我要的那本书还在吧？谢姑娘，你定下的那本原版药材书给你留着呢，带颜色的，1两800文。吃吧，跟着我，顿顿有肉。算你有良心。玉丫头，你听说了吗？程峰彻底废了，大夫说他以后再也当不了爹了。程家老太婆还在山上诬陷是你打晕的，结果被当场拆穿，全村人都笑话他们呢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是老天爷给他们的报应。玉丫头啊，你看你现在跟程峰也没戏了。婶子娘家有个侄子，老实肯干，要不婶子给你牵个红线？婶子，我劝你别操这份心，我脾气不好，受点刺激就爱拿刀砍人，怕是会害了你那老实的侄子。乌鸦，你过来，把这书上有颜色的草药都给我认全了，以后咱们进山就专挑最值钱的挖。切，这有啥难的？等等，这个我见过这个，真的？在哪儿？在我以前住的地方有一小片呢。远吗？以你之前的速度的话，早上出发，天黑之前应该能到。那不就是到深山了？这种药材要跟踪才有用，你能飞过去也带不回来。算了，看看别的。你赶紧多记一点，明天我们直接上山去找。小兔子快吃，吃完长胖胖，大姐就不用再辛苦进山了。对，大姐昨天看了一天书，肯定累了。傻丫头，傻小子，大姐不累。等大姐挖了好药材，赚了钱，给你们买糖吃，还买新衣服。别磨蹭了，赶紧进山。我昨天进了好几种草，挖了就能卖钱，就能吃红烧肉了。去晚了我可忘了。玉儿，昨晚刚下过雨，山上路滑，要不今天别去了。再说程家刚分2天，万一再遇到麻烦。娘放心吧，有乌鸦帮我盯梢，会有事的。我去挖点草药就回来，顺便摘点野果，给你们改善伙食。大
大姐，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慢点走，别摔了。要是摔破了腿，谁去挖草药给我换肉吃？就知道吃。你不是说寄了好几种草药吗？快带我去。跟着我。不过先说好了，找到草药，你得给我买2大块五花肉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这一路上除了草就是树，哪有什么草药？不可能，我明明记下来了。算了，先去松树林捡菌子。前天刚下雨，肯定长了不少松树菌和干巴菌。他们去干什么了？我让他们去帮着找草药和野葡萄了。咱们先去捡菌子，2不误。太好了，这么多菌子，卖给来福酒楼又能赚不少钱。难吃死了，还是肉好吃。快捡，小鸟们应该找到葡萄了。他们说找到了野葡萄，就在前面的断崖上，还有好多开白色花的草，说是我之前见过的那种。是野百合，快走去看看。太好了，这么多野葡萄和野百合，这下发财了。先摘葡萄，野百合要挖零工，你没带锄头，挖不了。先记下来，明天再来。还是你小子机灵。有人在南边的树林里。夏公子，你又救我一次。等我卖了这些山货，请你吃酒。一个姑娘胆子倒是挺大，这断崖这么高就敢爬。错了，小的下次不敢了，大侠可满意？掌柜的，您看看这些菌子和葡萄都是新鲜的，能卖多少钱？一共295文，你点点。掌柜的，我侄女刚刚来卖菌子，卖了多少钱？你侄女？对呀，她是我大伯的闺女，我是她二婶儿。哦，不到300文。300文，谢谢掌柜。那可是300文呐！我亲自问的来福酒楼的掌柜，要我说，当初就不该分家。这钱要是不分家，都能给我儿子花。行了，家都分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我警告你们，别去招惹他。程家的下场你们没看见？大山是大家的，他能捡菌子，我们也能。明天你们几个小的都上山，我就不信捡不过他。快点！谢世玉出门了。有人跟着你，20-30米远，是谢家的人。这群吸血鬼，肯定是知道我卖货赚了钱，想分一杯羹。要不我叫一群小鸟来拦住他们？不用，别让小鸟被他们打伤。放心，我有办法收拾他们。你不去松树林，这是要去哪儿？不去，你忘了昨天我们看见什么了？陷阱，让他们踩陷阱。这赔钱货走的也太快了，我都快累死了。累点算什么？他一天能赚300文，我们7个人一天就能赚2两银子。想想2两银子，再累也值。2两银子，你能买好多糖和肉了。快走！
你去看看陷阱在哪里。前面折断的大树下有一个陷阱，旁边那片紫色叶子的草丛里还有一个。行，够了。我的天，这么多紫苏，赚大了，少说也值3两银子。3两银子。见者有份儿，你能挖，我们也能挖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先发现的，不许挖！你少废话！你砍伤我爹的账，我们还没跟你算呢。这片东西我们要了，你要是识相，就乖乖滚开，不然我打死你！你敢杀人偿命！你要是敢动我，官府不会放过你的。呵呵，在这荒山野岭，打死你也没人知道。你布袋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？拿出来！哈哈哈！谢时玉，你也有今天！打死我啊！我的脚，我的脚啊！哈哈！你是故意的，谢时玉，你这个贱人！对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山里有几百个这样的陷阱，你们再跟着我，今天就别想回家了。死丫头，今天不砍断你一条腿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刘氏，你别拦着，今天谁拦我，我连谁一起打。谢时玉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动他一下，试试。怎么不敢了？方才不是喊着要砍死我吗？来啊！我要去报官！报官！正好，我倒要让官爷评评理。谢家男丁带着族人手持凶器追杀孤女，苛待王者遗属，该当何罪？疼！松手！快松手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夏大哥，松开他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不怕死。真惨啊！要是成了瘪子，以后可就不能读书，不能科考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谢金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小玉啊，夏公子，求求你们饶了金儿吧，好歹都是沾点亲的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跟着你找你娘和弟妹的麻烦了。我呸！谁跟你们是一家人？我爹是你们捡来的，被你们压榨一辈子，你们也配跟我谈亲情？记住今日的教训，再敢靠近谢姑娘和她的家人，刀剑无眼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！我再警告你们一次，以后见到我离远点，敢去找我娘和弟弟妹妹的麻烦，我就买半桶灯油，半夜一把火把你们谢家老宅烧个精光，送你们全家去见阎王。不给我活路，那就谁也别活！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！滚！再让我看见你们出现在这山林里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亏你及时赶到，不然我虽能设计制住谢金，但对付他们一群人，倒也得费些力气。夏灵，你太厉害了，那箭射的，差点把谢金魂吓飞了。后山本就不太平，还好这次赶上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，免得他们再折回来耍阴招。我每次进山都这么狼狈，夏大哥，我可不可以聘请你保护我啊？酬劳呢？山货卖了钱，我分你一半。不要。你不愿意当我保镖？也是，你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？我是说，不要酬劳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一个个都跟丢了魂似的。谢金的脚怎么回事？公爹，出事儿了！那猎户夏灵护着谢时玉那个小贱人，我们本来都快制住他了，夏灵突然冒出来，一箭差点射到金儿的头，还把金儿的手捏伤，脚踩肿了。王翠花也被那小贱人打了。是啊，爷，那猎户太凶了，手里的弓箭就没放下过，还说要挑了我们全家的手筋，让我们这辈子都拿不起东西。谢时玉也放狠话，说要是我们再找他娘和弟妹的麻烦，就放火烧了我们老宅。天杀的小贱人，还有那个杀千刀的猎户，欺负我们谢家没人是吧？今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去吊死在谢时玉的破院子门口。哭，就知道哭，哭能解决什么问题？那夏灵是什么人？清水湾的猎户，常年在山里打猎，身手好得很，手里还有弓箭，真要拼起来，我们谢家这些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还想跟他们没完？你今天要是再往前一步，那支箭就不是擦着你耳朵飞了，而是直接钉进你眉心。他敢射箭，就敢杀人。那我们就这么算了。金儿的腿受了伤，还花了诊费，这口气咽不下呀。不算了还能怎么样？谢时玉一无所有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还有夏灵那个硬茬护着他，我们动他就是自寻死路。我们家有房子有田地，犯不着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从今天起，谁也不许再去找谢时云的麻烦，不许再靠近那片山林，见到他和那个猎户有多远躲多远，谁敢不听就滚出谢家。谢时玉，你说我们挖这么多，能卖多少钱？够不够给我买很多很多肉？够，等卖了钱，不仅给你买肉，我还要把我们住的小院买下来，再买地契。以后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，不用再担心被人赶出去。买房子要很多钱吧？估计要14、15两，甚至17、8两，是天文数字，但我们慢慢赚，总会赚到的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天敌？当然有，我最害怕蛇了。放心，下次遇见蛇，我保护你。走吧，差不多了，先回去。大姐，你回来了！慢点跑，别摔跤了。娘，让你们久等了，有点事儿耽搁了。没事就好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咦，这是葡萄，还有这么多野百合。葡萄挺甜的，你们尝尝。野百合明天我去县城卖掉，镇上价钱太低，我还掐了点野百合花，打算回家种在院子里。也好。对了，我听说王翠花和谢金上山讨山货，运气不好掉陷阱里受伤了。你听谁说的？河对岸的人说的，村里好多人都知道了，他们也没说什么，估计是自认倒霉。玉儿，这件事不会和你有关吧？是我，他们跟着我上山，想抢我的东西，我就把他们引到了猎户的陷阱里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大胆？万一他们拼命怎么办？娘，放心吧，我能处理。倒是你们，要是他们敢找你麻烦，你就躲，躲不了就喊村里人帮忙，等我回来处理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也不会再软弱了，我要保护好你和弟弟妹妹。于丫头，快上来，再等就赶不上县城早市了。多谢夏大哥。客气了。这野百合灵补可是稀罕物，回春堂收价不低。打算先去回春堂问问价。这是县城几家药铺的收购价，回春堂给价最公道。
夏公子怎么会有这个？常年送山货，记下来方便。他对你有意思，故意讨好你。包子嘞，刚出炉的热包子。好了。这灵宫饱满，给你25文一斤。掌柜，上周还30文一斤，怎能压价？公子说笑了，今日行情略降，最多26文。有人跟着我们，跟我走。你想干什么？把野百合交出来！你们是谁的人？少管闲事，我们只要那野百合。还不快滚！这些人怎么会盯着野百合？野百合近期涨价，或许是山货贩子，也可能是有人指使。难道是谢家的人？今日多谢夏公子，若不是你，我恐怕……举手之劳，往后进城可提前告知，我陪你。怎么了？好像看到了谢家的人，他们没罢休。玉儿，没事吧？听牛叔说你遇到麻烦了。没事，多亏了夏公子。大姐，这是什么？能吃吗？这是药材，能卖好多钱，给你们买糖吃。准备好了，带你去清水湾后山，那里有一片隐蔽药铺，还有不少松露。娘，我们傍晚回来，要是有人来，别开门。小心点儿，早去早回。下面有松露，气味浓得很。松露在县城能卖高价，比野百合值钱。这些卖了，说不定能凑够买房的钱。松露50文一斤，药材按市价算，总共3两6钱。掌柜，以后我常来供货，能不能给个长期价？好，只要品相好，给你加价2文，还能帮你联系酒楼收松露。来福酒楼也收山货，我带你去谈谈。加上之前的积蓄，购买村头那间带院子的瓦房了。我帮你打听过，房主急着搬走，只要15两。还要开铺子，把山货集中卖，赚更多钱，买更多的红烧肉。先买房安定下来，再找个小铺面，专门收山货，卖给酒楼药铺。这松露品相顶尖，我给55文一斤。长期供货的话，每月给你留固定收购量。我打算在村里收山货，以后每月至少给你送3次货。他的货品质有保障，我可以担保。行，立个字据，我先付1两定金，下次送货结全款。谢谢。
村头那间瓦房带2分地，房主急售，15两不二价。麻烦掌柜尽快办理过户手续。明日就能办好，到时候喊你去县衙签字。我帮你修整院子，再搭个晾晒山货的棚子。大恩不言谢，请受小弟一拜。买房只是第一步，赶紧找铺面。村头有间闲置的小土房，我去问问租金，以后村民的山货都能收过来。我认识木匠，能帮你改造铺面，花不了多少银子。那黑影还在跟着我们。嘘，好像走了。鱼儿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，有新房子住。明日过户后，我带工匠来修整，等房子和铺面都弄好，我们的日子就稳了。好起来了。户主谢时雨，确认无误，便签字画押吧。从此村头瓦房及2分地归你名下，妥善收好。这铺面每月30文租金，押1付3，半年起租，你看可行？我租1年，今日付租金和押金，麻烦立个字据。夏大哥，铺面墙角搭3层货架，门口装块木牌，写石玉山货收购点。小院左边搭晾晒棚，右边弄个储物间。好。快点弄！隔壁村猎户说有皮裙子要早送，早开张早赚钱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这石玉山货收购点明日正式开张。收菌子、药材、野果、野味，价格比县城药铺酒楼高2文。真的假的？这比县里的药铺给的还高。就是啊，可不是嘛，这怎么可能？真比县城高。我家还有半篓葱树菌，明日就送来。我后山摘了些野葡萄，能收吗？收，只要品相好都收。明日开张前50斤山货，再加价1文，还管茶水。都是看下去有什么事儿啊？谢家人来了，你多留意。不怕，如今我们有房有铺面，他翻不起大浪。丫头，20斤彭树菌，你给我称。刚好20斤，12文1斤，给你240文。谢谢，我谢谢。赶紧结算完，隔壁村猎户的货要到了，别耽误签酒楼的供货单。长期收购松露、野百合，价格上浮3文，每月保底300斤。这单稳住，收购点就不愁销路了。你说的送弟弟妹妹上学，我打听好了，启蒙堂学费每月200文。等攒够钱，先扩铺面，再开酒馆，让平儿、安儿读好书，不再像我一样没机会识字。谢时月，你想过得舒坦没门儿！这收购点要么分我1半收益，要么给我关门。谢老二，你惦记我家的东西还不够，现在还敢毁我生计！放肆！
谢老二，你屡教不改，竟敢当众毁人财物，持刀伤人！他赚大钱不分我，凭什么他能享福？村长，我们与谢家已经分家了，现在我凭本事赚钱，他们还三番五次来捣乱。从今往后，我谢时玉的事业，谁也别想毁！左前方100米处有血腥味儿，是受伤的小野猪跑不动了。于丫头，没想到是你！你现在这么厉害，这野猪少说也有30斤。你刚买的瓦房正好缺肉，给乡亲们暖房，怎么打算处理？打算先卖一半给来福酒楼，留一半请帮忙修整房子和铺子的乡亲们吃。就是这野猪太重，我一个人抬不下去。巧了，我正要去镇上送货，顺路帮你抬下去，不用你分我肉。你那食玉山货收购点以后多收我家山货就行。好，谢谢赵三叔。嘿，这里有葱树菌，刚下雨冒出来的，新鲜的很。夏灵要的就是这个，快点这边去。三叔先停一下，我去摘些菌子。有了这野猪和菌子，烧购点开张的第一批货就齐了。夏灵帮了我这么多，这些菌子正好送他。大姐，你猎到野猪了，我们有肉吃了。大姐，这野猪好大，能请好多人吃吧？对，晚上请帮我们盖房、修铺子的乡亲们吃猪肉。玉儿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。罗氏嫂子，玉丫头现在可是我们村的能人。食玉山货收购点一开，以后大家的山货都不愁卖了。这小贱人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分了家还能盖新房开铺子，早知道当初就该把他卖给刘家傻子。奶，他开铺子肯定能赚大钱，我们要不要去闹一闹，分点好处？闹什么闹？他刚买了房和铺子，根基没稳，我已经让老二去县城找关系了。他那收购点没有官府许可，根本开不下去。赵三叔，麻烦你帮我把野猪送到来福酒楼，我已经跟掌柜说好长期供货了，正好让他看看我这货的品相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，正好帮你问问长期供货的价格。娘，晚上请乡亲们过来吃饭，顺便宣布收购点后天正式开张，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铺子是光明正大做生意，谁也别想捣乱。好，娘这就去准备，让那些想捣乱的人看看，我们再也不是好欺负的了。他们肯定没安好心，要不要我叫一群小鸟盯着他们？不用，正好让他们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。各位叔伯婶子，食玉山货收购点今天正式开张，所有山货价格比县城高2文，前50斤再加价1文，管茶水。玉丫头，20斤丛树菌你过秤。刚好20斤，12文1斤，给你240文。我这有15斤野葡萄，能收吗？收，只要品相好，都收。隔壁村猎户的20斤干巴菌快到啦！谢时玉，你这铺子没经官府许可，就是非法经营，给我关门！谢时玉，我已经去县城问过了，你这收购点没有官府批文，属于非法占道经营。识相的就把铺子交出来，让我来经营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限你今日之内关门，否则我就报官抓你！谢老二，我开铺子前已经去县衙报备过，批文很快就下来。倒是你，拿着张假文书就想讹诈我，当大家都是傻子吗？谢老二太过分了，玉丫头给我们提供方便，你还来捣乱？就是，上次你家谢金掉陷阱，还不是玉丫头手下留情，现在反而恩将仇报。你们真当我好欺负吗？想走，把话说清楚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我爹让我来的。谢老二，你屡教不改，竟敢当众毁人财物，持刀伤人！谢时玉，他没有批文，就是非法经营。村长，你看，这是我去县衙报备的凭证，批文只是还没下来。
他们就是见我生意好，想趁机讹账。跟我们回县衙一趟，有话到大人面前说。谢时玉，你给我等着！夏玲，又多亏了你。举手之劳，以后只要我在，没人能伤你分毫。待原告谢老二上堂。大人明鉴，谢时雨这个逆女，不仅殴打族人，还霸占我谢家家产，开非法铺子盈利，求大人为我们做主。大人，我儿所言句句属实，这丫头从小就忤逆长辈，如今更是无法无天，恳请大人严惩。大人，谢老二所言纯属诬告，我与谢家早已断亲，分的是我爹应得的劣据和村委破屋，如今的房子和铺子都是我凭本事赚钱购买，有房契和地契为证。大人，谢时玉与谢家断亲之事全村皆知，他开铺子前确实去县衙报备过，为人正直，还带动村民增收，绝无霸占家产之事。大人，谢老二是见谢时玉生意红火，故意讹诈，上次还带人去砸铺子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他们都是被谢时友收买了。大人，他还把我儿谢金打成残废，此仇不共戴天。谢金是自己掉陷阱受伤，与我无关，全村人都可以作证，反倒是你们多次上门寻衅滋事，我都有证据。大人，这些都是谢老二寻衅滋事的证据，他还贿赂衙役，企图颠倒黑白，恳请大人明察。谢老二，你诬告他人寻衅滋事，贿赂衙役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重打30大板，押入大牢，关押半月，以示惩戒。谢时云，你报备凭证齐全，铺子合法经营。鉴于你带动乡邻致富，本县特赐你正式批文，日后可安心经商。多谢大人。谢大人明断。玉丫头，恭喜你洗清冤屈，县太爷明察秋黄，这下没人敢再上门捣乱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这下可算好了。是啊，玉丫头，谢老二那伙人就是眼红你生意好，纯属诬告。现在有官府做主，咱们往后踏踏实实做生意，谁也别想再嚼舌根。以后你这收购点，我们还天天来送货。多谢村长和各位叔伯婶子帮忙作证，若不是大家仗义食言，我也没法这么快沉冤得雪。为了答谢大家，收购点今天继续营业，所有山货一律再加价1文。我们今天采了好多山货，快给我们成功！玉儿，没事就好。娘在家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就知道你是清白的，绝不会做那些亏心事。娘、平儿、安儿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怕他们了。有官府做主，有各位乡亲帮衬，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家。这是我祖传的药材图谱，上面标注了很多深山里的珍贵药材，还有辨识方法和生长习性。你照着这个找，收购点的货源能更丰富，也能卖个好价钱。夏玲，太谢谢你了，这图谱真是宝贝，你怎么有这么多好东西啊？他就是想讨好你。不过这图谱确实有用，以后能找更多值钱的药材，换更多红烧肉吃。我好像在深山北坡的树荫下见过这种药材，叶片和针茎都跟图谱上画的一样。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挖到不少。好，我陪你去。黄金喜阴湿环境，多长在树根、草丛或石缝里。没想到这黄金这么珍贵，9年生的能卖高价，有了它，收购点的货源就更硬了。有味道，是黄金的气味，还很浓。在那边，找到了，至少是9年生的。你的乌鸦还真挺灵的。当然，也不看看本大王是谁。不好，有狼群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你先往前面的山洞跑，我来挡住他们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
快涂上，深山里细菌多。不是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谈情说爱？外面狼群还没走呢。吴老板，看我带什么回来了？这可是极品老黄精，玉丫头，我全要了，给你20两银子一株。吴老板爽快，以后有好药材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点点吧。拿着啊，这是说好给你的。若是没有你，我都没命出来。你要是不收，下次我都不敢麻烦你了。好，你下次如果要进深山，一定要叫我。玉儿，刚才有个外乡来的货郎，说想跟你合作，把我们的山货卖到府城去。外乡货郎，他人呢？刚走没多久，说明天再来，还留了个信物。这木牌的材质是府城黑市常用的，这人恐怕不简单。他身上有股血腥味儿，不是好人。不管他是什么来头，明天见了就知道了。我们先把收购点的货整理好，别让乡亲们等急了。一天就赚了30多两银子。玉儿，我们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，再也不用怕被人欺负了。娘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那个外乡货郎，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谢姑娘，昨日匆匆一别，今日特来详谈合作事宜。我在府城有多家商铺，你的山货交给我，保准卖价翻倍。李老板倒是爽快，只是不知道你想怎么合作。我们的山货品质有保障，可不能压价太低。我出市场价的80%收购，卖完再结剩下的20%，如何？李老板这是想空手套白狼。我这收购点可不做赊账的生意，要合作就得现银交易，不然免谈。他们在看黄金和松丽的存放处，小心他们动手抢。谢姑娘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府城的生意可不是谁都能做的，得罪我没好果子吃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上！抢了药材和银子！大家别客气，这些人是走私团伙的眼线，想抢我们的血汗钱。说，你们还有多少同伙？藏在哪里？我们头目带着20多个弟兄，藏在西山破庙，今晚就来抢收购点。大家把收购点的货物搬到新房地窖，在门口撒上碎石，再准备些煤油和火把，等他们来，就给他们一个惊喜。玉儿、夏玲，你们歇会儿，吃点东西再忙。不行，娘，你带着平儿和安儿躲进地窖，等安全了再出来。大姐，我也想帮忙，我不怕坏人。别这样了，你保护好娘和妹妹，就是帮大忙了。不好了，他们来了，有30多个人，带着刀和弓箭，已经到后山路口了。大家准备好，按原计划行事。夏玲，你带几个猎户守住后山路口，我带人在收购点埋伏，把煤油撒在门口的干草上，等他们靠近就点火，其他人躲在围栏后面，用石块砸。谢时玉，识相的把药材和银子交出来，不然我踏平你们整个村子！点火！夏公子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快顶不住了。守住路口，别让他们绕到收购点后面。
小丫头片子，还敢跟我斗？你就在里面待着吧。大胆狂徒，竟敢聚众抢劫，全部拿下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了大家帮忙。谢时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有官府在，你没机会了。谢姑娘，这次多亏了你提前报官，才能一举抓获这伙走私团伙。本县会上报朝廷，为你请功。大人过奖，都是大家的功劳。玉儿，没事就好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怕这些坏人了。娘，不怕了。如果有受伤，快涂上。每次遇到危险，夏灵都在我身边，有她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别动。玉儿，用温水擦擦脸，吃点热粥垫垫肚子。折腾了一夜，肯定累坏了。大姐、夏大哥，吃饼，娘早上刚烙的。谢姑娘、夏公子，不好了！府城那边传来消息，走私团伙还有余党，他们扬言要报复，已经封锁了府城到咱们这儿的商路。这是酒楼东家写的信，说余党在沿途设卡，只许进不许出，还抢了好几批货物。这些余党是想断我们的销路。怕什么？后山有条秘密小路能通县城，我以前飞过。真的？小路安全吗？有没有猛兽或者陷阱？我你走，保证安全。就路有点窄，牛车过不去，得用背篓运。小心脚下，这里有块松动的石头。夏灵，你慢着点，不用急。可算来了！这些走私鱼太猖狂，在商路设卡劫券，官府正全力抓捕，估计过几天就能打通。你们能从秘密小路送过来，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能卖出去就好，这些山货娇贵，放久了失了新鲜劲儿，就卖不上价了。累坏了吧？先喝点水润润喉。我们在县城买点东西再回去。好，买点上等布料给娘和弟妹做新衣服，再添些锋利的锄头和镰刀，给村民们进山采货备用。之前的工具都用得有些钝了。有人跟踪，是2个之前走私团伙的人。他们肯定是跟着我们找到这条秘密小路的，绝不能让他们摸清路线，否则不仅山货保不住，村民们也会陷入危险。这些余党阴魂不散，看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得想办法彻底解决他们，不然永无你们人。回去后，我就组织村里的猎户和青壮年轮流守在小路入口，再在沿途设些陷阱，布下警戒，绝不能让他们闯进来危害村里的百姓。20文。好嘞，来，你看一下。谢谢啊。好。于丫头，看看我这菌子，今早刚采的，品相不差吧？刘二叔，你这菌子沾了不少泥土，还蔫了些。1文圈后劲15算，按8文1斤算120文。听说你们找到条秘密小路运货，后山野兽多，要不要我帮着守着？我夜里睡得浅。不用麻烦刘二叔，我们已经安排猎户轮值了。他身上有走私余党的味道，足
错，我见过这气味，它被收买了。刘二叔要是没事，就先回吧，后面还有乡亲等着交货呢。小路入口到底在哪儿？村里防御松不松？东山坡老槐树下的岔路，夏灵带了4个猎人守着，后半夜换班时就2个人。你们从那边冲进去，保管能抢到山货和银子。等他们踏入陷阱区，就放箭点火，别让一个人跑了。刘二肯定会带他们来，等解决了这些人，再跟他算账。刘二肯定会带他们来，等解决了这些人，再跟他算账。都轻点，别惊动了猎户，抢到东西就跑。动手！你敢骗我？我没有，是他们临时加了人手。束手就擒！刘二，你竟然勾结外人害我们，真是白眼狼！念在同村一场，这次饶了你，再敢勾结外人，直接送官。以后收购点和小路入口都要加派人手，不能再让人钻了空子。还要麻烦你多费心组织猎户轮值。县令大人，谢时雨私设关卡，偷税漏税，还纵容村民伤人，快把他抓起来问罪！赵公子，凡事需讲证据，不可空口污蔑。大人，赵公子所言纯属诬告，我们收购点每月按时缴税，有凭证为证。至于伤人，是走私团伙上门抢劫，我们只是正当防卫。那些证词都是假的，我姐夫是府城通判，我让他撤了你的职。赵公子，办案需凭证据，你若无实据，就请回吧，不要再次喧哗。赵公子，你身为官员亲属，包庇走私团伙，纵容手下为非作歹。我们手中有走私团伙的供词，上面清楚的写着受你指使，要不要呈给朝廷看看？你敢威胁我？是你逼人太甚，我们只是自保。谢姑娘，夏公子，赵虎背景不简单，你们要多加小心，本县会尽量护着你们。多谢大人。为何一定要晚上进山？乌鸦说，有些灵气的草药只在晚上遇到。本大王说有，就一定有。看，前面就是了。最起码是100年人参，这下能卖个好价钱了。此参年份已久，有灵地洞，不可贸然挖掘，需用苔藓果根，顺着须根慢慢挖。晚辈无知，还请老先生指点。用这个挖，别伤了须根。挖完后，尽快用湿布包裹。这玉佩是京城谢家的族徽，你从何处得来？老先生认识这玉佩，这是我父亲的遗物。你是谢大山的女儿。20年前，我曾见过你父亲一面，他是个正直之人，可惜遭人陷害，流落山野。老先生，不知你可知我谢伯当年遭何人陷害？具体内情我也不知，只知他当年似乎带着什么重要东西，被人追杀。黑鹰文章配谢字，难道追杀我爹的就是京城谢家的人？可能性极大。你爹是谢家底脉，又带着重要东西，旁支为了夺权，自然会痛下杀手。不好了，赵虎带着人往收购点去了，走的是近路，估计1刻钟就到。娘和弟妹还在收购点，我们得赶紧回去。快走！平儿，快跟娘躲进里屋。给我砸！把值钱的东西都抢了，最后放把火，让那女人一无所有。赵虎，你敢闯我家回我铺子，今天我饶不了你！小贱人，还敢跟我叫板！把值钱的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。别动！赵虎，你竟敢带人打砸收购点，
真当我们白云村没人了？把他们都绑起来，送官法办！将这些人全部带回县衙，从严审讯。我姐夫是府城通判，你们敢抓我？你姐夫因贪赃枉法、包庇走私，基于昨夜被朝廷稽查官员拿下，你也等着受罚吧。昨天的镰刀打斗中卷刃了，这个是我连夜打磨好的，进山用着顺手。多谢，昨晚也多亏了你。应该的，收购点也是大家的心血。那个黑营文龟，我好像在深山的一个旧寨子里见过，里面还有不少破旧的兵器。真的？那个寨子在哪儿？在西山深处，路途艰险，有不少猛兽，不过有本大王带路，肯定安全。玉儿，夏公子，歇会儿喝口水。谢谢娘。多谢夫人。那个旧寨子太危险，真要去吗？娘，我必须去，那可能是查明爹身世的唯一线索。收购点就拜托乡亲们多照看，我和夏玲速去速回。于丫头放心去，收购点由我们盯着，保证不会出问题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跟着本大王，走吧，保证一路畅通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遇到猛兽，你们得保护我。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！大家放心，我们会多加小心。乌鸦说左边草丛有蛇，快绕开！你退后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和秦伯画的一样，这里就是当年的寨子。寨门后面有股腐朽的味道，还有动物粪便，应该有野兽盘踞。小心有野兽。小玉，跟在我后面。左边厢房有动静，像是大型动物的呼吸声。快躲开！那间房的墙角是空的，有木板的声音。空的。我先下去探路，你在上面等着。下面是间密室，安全。里面有东西。这上面记载着20年前京城谢家陷害，我父亲带着家族信物和这本书出逃，本里记录着的证据。原来我爹是为了保护这些，才被迫流落山野。现在证据找到了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们可以去京城为谢伯报仇。先把东西收好，这里不安全，咱们快离开。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娘，我们找到我爹身世的关键证据了。爹，你到底是谁？邻村货商的牛车到村口了，这次带了不少粗布和铁器，正好换咱们的干菌子。谢姑娘，夏公子，总算赶上了。我这一车货全是乡亲们要的，就等你这儿的山货换呢。周老板，快请进，
刚晒好的干从菌、野核桃都备着，品趴比上次还好。你这山货成色好，我拉去府城能卖个好价钱。以后我每月来2次，你这边有多少我收多少，干菌子、药材全要。那再好不过，我这就叫村民把家里晒好的山货都送过来，保证不缺你的货。一上午收了50斤干菌、20斤野核桃，换出去的粗布和铁器抵了30%钱款，其余都是现银。把换回来的铁器分发给村里的猎户，粗布留一部分给乡亲们，剩下的拿去县城换盐和糖，再定做10个新的竹编背篓，收山货能用。再搭2个这样的棚子，雨季快到了，山货晒不干容易坏，得提前准备好。再砍些楠竹做晾晒架，透风性好，比木板架实用。下午我带几个猎户进山砍竹，歇会儿再忙，天热别中暑了。月儿，你之前说想在村头开个分店，我跟几个婶子商量了，都愿意去帮忙看店。村头挨着官道，来往的商客多，开个分店专门做过路生意，卖些现成的野果干、菌子包，利润能比收山货高些。我出本钱搭铺子，雇婶子们看店，每月算工钱，管2顿饭。我愿意出木料，小玉姑娘，我能帮忙砌墙。好，多谢各位乡亲们捧场。村头空地地势稍斜，铺子得砌高台，门口留个宽道，方便牛车过。我画了个样子，你看看合不合适？考虑的真周全，就按这个来。下午砍竹回来就动工。赶紧搭铺子赚大钱，本大王还等着吃京城的桂花糕呢。柜台做3尺高、6尺长，后面再隔一间小储物间，放油纸、麻绳和备用山货。好，我下午就能把框架定好，明天就能上漆。玉儿，我跟你王婶、李婶都商量好了，等铺子一开，我们仨轮流看店，保证不出差错。玉丫头放心，我们记性好，算账也准，绝不丢你的生意。快点快点，府城的商人都在催了，再慢好价钱就被别人抢跑了。谢姑娘，县城来福酒楼的掌柜托人带话，说府城大商行要长期包收干菌、药材、松露，出价高5成，只要货稳，能签半年长约。真的？长约？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但我们现在晾晒棚不够，人手也紧，一下子扩规模，怕接不住。各位叔伯，现在有一个大机会，府城商行长期收山货，价高稳定，能签死约。可我们没那么多晾晒场，我们只要把规模扩1倍，3个月就能让所有乡亲们吃饱饭。进山采货的人手也不够。第一，把村后那片荒坡平整出来，搭5座楠竹晾晒棚，我出全部木料和工钱。第二，组织村里猎虎妇女分3队进山，轮流采货，我按天补干粮补铜钱，多劳多得。第三，分铺一开，专门做过路商客生意，正铺专攻府城商行，2条线一起赚。我带5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负责守山护货、修棚子，保证安全，不出乱子。玉丫头想得周全，这梅丫头，我们听你的，干！干！老谢，我们玉儿真的长大了。本大王早就说了，跟着本大王吃香喝辣。先把生意做好，少不了你的。我只看货，不听客套，货不行，说再多也没用。钱先生，请看，这是头茶秋茗、无穗、无霉、无虫眼、无漏创铁素圈，阳光晒足7日，香气最浓。你们的货是最稳、最干净、品级最齐的。半年约，每月交干菌80斤，药材50斤，松露2的20斤，价按高5成算，每月底现银结算。我谢时雨以信誉担保，绝不缺根减两，绝不以次充好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下月初1，我派人来拉第一批货。成了，我们真的成了！以后再也不愁销量了。不远了，我陪你去。耶！有钱啦！买肉，买蜜饯，买京城桂花糕。听说他家山货熏流，吃了伤身，还是别买了。是啊，外面都传疯了，便宜也不敢要。我亲眼见他用硫磺熏菌子，不然哪能那么干那么白？要不要我把他赶跑？赶跑没用，要让人亲眼看见，
比说什么都管用。各位乡亲，过路客商，今天我谢时玉敞开所有库房，当众验货，当场验毒，欢迎所有人来看、来查、来闻。熏流的菌子颜色发白、刺鼻，味道发酸，我这全是日晒货，你们闻，只有菌香，没有硫磺味。熏灵货泡水会浑，会辣眼睛，我这泡出来，水是清的，只有清香。我们天天吃他家山货，啥事儿没有，都看着晒的干净净，干干净净。就是他造的谣，他是别家山货铺派来的。原来是你造谣啊！跑什么？敢造谣，就敢当面对质。是正经日晒货，没问题。是我们误会了，给我装2斤。解决了。谢姑娘，今日进山的货都齐了，品品比昨日更好。归入3等仓，按老规矩晾晒，明日备商行取货。晾晒、护货、采货3条线，继续稳住。商行的货不能出半分差错。我已加派人手轮值，药材湿度、菌子干度每日3查，不会误事。玉儿，商行的银钱已经入账，数目不小。银钱是底气，不是目的。没有足够财力声望，到京城也翻不动谢家的局。我爹当年含冤流落，客死山野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要的不是一句真相，是公道。在此之前，我必须把根基扎稳，银钱、货源、人脉、信誉，缺一不可。娘懂你，你从小就犟，认定的事从不会回头。不是犟，是该做的事，必须做成。谢姑娘，货品及上等，钱掌柜吩咐，下月起可再加收20斤干菌。下月扩收，大家按队进山，安全第一，品质第二，绝不能砸了时玉的招牌。好，无多余的话，只一句确认，便已是生死同行的默契。跟着谢姑娘干这几个月，咱们村就没再饿过肚子。她话少，事儿办得最实在。本月商行货款结清，分铺营收入账，按工分、按出力、按风险，今日分红。猎户队进山护货2两银1人，晾晒队首品保质1两5钱1人，看铺队记账出力人家，全村守店每户加500文补贴。谢姑娘公道，我们服你。玉儿心善却不软，有她在，咱们村的日子才算真的稳了。这孩子命苦，却硬气，不靠天不靠地，自己把日子撑起来，还带着全村一起富。别人做生意只顾自己，他不一样。以后谁想动他，先过我们白云村这一关。谢姑娘，我家虎子金寿山产业差，好几个时辰没出来，山里狼虫多，这可怎么活呀？不要慌，带路，我们一起进山去找。乌鸦，去。我带猎户队分3路搜，你留在村口稳住大家。我不必分兵，山里地形经验我不比你差。小虎子跑不远，只会躲背风岩洞或枯树下。你儿子常去哪片坡采野果，指方向。西坡老栗树那边。走。往栗树林偏北，那里有3处岩洞。你好像对这座山比村子还熟。我爹教的，他说山不害人，人会。找到了，在岩洞里。娘，我好怕。小虎子，出来，我带你回家。小玉姐姐，有人来过这里。铜扣样式规整，绝非山民之物，与当年我父亲留下的线索纹路一致。这东西不是村里的，近期进山的外人，只有前几天来打探山货的陌生客商。不是巧合。
他们是冲我来的，拿孩子试探，手段下作。谢姑娘，救命之恩，我们全家这辈子都忘不了你。谢姑娘不仅带我们过日子，连危急关头都敢冲，是我们的主心骨。有谢姑娘在，咱们白云村没人敢欺负。孩子平安就好，日后看好孩童，莫再独自进山。对方已经摸到后山，接下来很可能对铺子下手，断我们的货源和销路。我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他们想毁我的根基，我便让他们知道，白云村和我的生意不是谁都能动的。明日起，进山加派护卫，增派人手守夜，商行货照常供应。我来安排，保证不出差错。京城谢家已发觉，要稳生意聚人心，正面迎击阴谋，为父讨回公道。谢姑娘，大事！府城总号传来消息，京城御用药材行、京畿大商行在各地甄选稳定山货供货商，点名要看白云村的货。点名？正是。您上月供的百年黄金野生松栗，品质压过整个府城，一路送到京城，被御用药房的掌事看中，特意让我们捎话，只要品质稳定，可直接供往京城。供往京城意味着品级、价格、声望全部翻倍，这是山货生意里顶格的荣耀。供京城，那可是天子脚下，咱们玉儿这是要把生意做到天上去了。谢姑娘从来不靠运气，全是实打实的好货拼出来的，这是应得的。备最好的货，按京城药典标准分拣，一丝一毫不能差。这不是普通生意，是我们白云村的招牌，货稳路就稳，路稳我们才有底气走更远。玉儿心细手稳，眼光毒，跟着他，咱们不仅能赚钱，还能抬得起头。谢姑娘，京城总号确认，白云村山货列为京畿商行定点供货地，每月固定收货，价格翻倍，直通京城库房。一纸公函落下，我的食玉山货彻底从山村小铺跃升至京城定点供货商，还要更稳、更大、更硬。等我能站在与谢家对等的位置，再去讨该讨的公道。谢姑娘，路边有位书生昏倒了，抬进偏房，换干衣，熬热粥。是。此人来路不明，需多加留意。只是落难之人，先救再说。多谢姑娘相救，在下苏文渊，感激不尽。你身子虚弱，先休养，不必多礼。谢姑娘，在下有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姑娘生意规整，品质上丑，可全靠野生采集，露天晾晒。一遇雨天便损货，一遇荒年便断供，绝非长久之计。你有办法？可修山泉渠，建防雨棚，辟药亩，人工规范种植，如此才能稳供京城，做大企业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落难书生，略通农桑营造，愿为姑娘效犬马之劳。水渠从山泉以下分3支，一支浇药铺，一支洗货，一支备用水。工期要多久？半月可成，不耽误下月京城供货。好。就按此布局。坡度稍缓，水流才稳，不冲毁药材根苗。
这里土松，你退后。是我疏忽，该让夏公子护着姑娘。那书生与你走得太近，不妥。他是在谈生意。我知道，但我不喜欢。先把水渠建好，其余日后再说。我会守好你，守好这里。水渠成，今后药棚灌溉、洗货饮水，再无后顾之忧。即刻筹备药棚，按特级标准育苗。战天斗地，人定胜天。棚内分层晾晒，通风控湿，损耗能降到1成以下。你做得很好。苏文渊的计策确实救了生意根本。我知道它有用。你好像很不喜欢他。我只是怕你觉得它比我有用。我不会妨碍你的事，我只护着你便好。照此掌事，下月便可首批采收，产量稳，品质齐，专供京城，毫无压力。即日起，采货、种植、晾筛3班轮换，所有人加封1成。谢姑娘。货稳，路才稳。咱们的招牌不能砸。棚控温湿，货损大减，长远算下来，1年能多庄收3成。那小丫头生意越做越大，还通了京城路，再留着必坏事。我摸清了，她每月初1必独自进山看药铺，不带随从，是最好的机会。家主有令，绑走，逼她交出点东西来，再灭口。今日村口有外乡人徘徊，相继形迹可疑。该来的总会来。明日初1，你要去后山，我同去。不必，铺中离不开人，我速去速回，自带短刃，无碍。我在山口暗部人手，一有动静，即刻赶到。很好，下月采收足够供京。谢时月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是谁？你爹当年的账也该清了，束手就擒，少受点罪。谢家。谢时月。时月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把他救回来。哼，行了，别白费力气，这绳子你挣不开。你们是谁？为何绑我？等把你押回京，家主自会让你生不如死，交出所有生意，还能留你全尸。
痴心妄想。乌鸦，来人，放我出去！再吵，直接割了你的舌头！爹，如果女儿未能给你报仇，做鬼也定要谢家血债血偿。再过半日，等接应的人到了，就把他押走。头领，谢时玉性子太硬，路上怕是不老实。不老实就打断腿。谢家要的是活口，没说要完好的人。你是什么人？敢管谢家的事？他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伤他者，死。没事了，我来了。我没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忍着点儿，上了药会好得快些。我没事，让你费心了。谢姑娘，喝些汤药养养气，身子要紧。多谢苏先生。我自己可以。你手有伤，不方便。此次若非你，我当真……不准说这种话！我不会让你死，以后也不会再让你独自涉险。石玉，我护你，不是出于朋友之意，而是我心甘情愿。你可懂？伤口还疼吗？今日不必再操劳。不碍事，生意不能停，药谱下月就要采收。我已加派全村护卫，日夜巡逻，不会有人能靠近你。求姑娘发发善心，给口饭吃吧。临城被乱军攻破，青壮年全被杀了，我们实在没活路了。谢姑娘，使不得呀！咱们村粮食就这么多，自家都勉强够吃，
手下这么多难民，用不了几天就断粮了。是啊，难民一来，村里乱糟糟的，万一混进乱军细作，咱们全村都要遭殃。趁乱军还没到，咱们把村口封住，把人赶走才是保命的法子。姑娘，收留难民确实压力巨大，但若是见死不救，人心散了，村子更守不住。粮食我来出，空屋我来腾，药材我来拿。今日我们见死不救，来日乱军到了，也不会有人帮我们。收留了327人，粮食只够支撑7日，村口已经加派人缠守。乱军随时会到，官兵溃逃的消息一旦传开，村里会更乱。我会守好你，守好整个村子。青壮年到村口集合，边区分班。多谢姑娘收留，我等必效死力。都有了。白日3组轮值，夜间2组巡逻，发现生人立刻示警，不得擅离岗位。是。夏公子这身手，这布防本事，太不一般了。看着就像上过战场的人。谢姑娘，我们不是不体谅，只是粮食撑不了几日，乱军一来，我们这点人手根本守不住。我知道大家怕，但逃是死，守也是死。守至少还有一线生机，我会想尽办法筹粮，你们只管安心守村。那就谢谢姑娘一次。粮草最多再撑5日，周边村寨也都遭了难，无处可借。石玉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不是普通护卫，我曾是戍边副将，因战乱流落到此。乱军我见过，城池我守过。你若要守城，我拼死也会守住我们的家园。戍边副将，你为何一直瞒着我？我只想安稳过着现在简单的日子，不想旧事缠身，更不想让你因我的身份担惊受怕。可如今兵临城下，我不能再藏。我已将库房余粮全部调出，撑过3日不成问题。3日内必有转机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在你身前。我乃前戍边副将夏灵。乱军残暴，却无章法。只要我们守好隘口，加固围栏，昼夜轮防，必能守住家园。他竟是将军！我们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男人们持械守隘口，青壮年搬运石块滚木，女子妇孺备粮备药，各司其职。违者，军法处置。好，我们都听夏将军的。娘，别怕，大家伙都在呢。就算真到了最后一刻，我也会为你们安排退路。防御全部不妥，瞭望哨已就位，乱军若来，必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只是粮草，庆院这兵将他按的秀粮早，防御工事已无破绽，
可粮草一断，再坚固的防线也守不住。战乱封路，官府无粮，周边百里已是绝境。除非有信得过的旧商肯冒死送粮，可无人敢赌。谢姑娘，我们一路冒死闯过乱军关卡，把全部存粮都给你运来了。姑娘常年与我们做生意，守信用，重情义，扶危济困。今日你守村护民，便是我们所有人的靠山，我们信你。姑娘，后续还有3批粮草在路上，全是当年受你恩惠跟你合作的商户凑的，足够全村坚守3月。诸位今日冒死相援，谢时玉记下了。待乱军退去，我必加倍奉还。待大家重整生意，再开商路。谢娘子，谢娘子，谢娘子，谢娘子！乱军大部队来了，至少上千人，县令跑了，周边全完了。怎么办啊？县令跑了，他不管我们的死活了，活起来等我了。那帮蛮子是要屠城的呀，快逃吧！县令弃城而逃，官兵溃散，我们彻底成了孤城，无援无救，无路可退。逃是被屠，降是被屠，守还有一线生机。从现在起，防务我全权指挥，但我只守一件事：你活着，全村就不会亡。我是主，你是将，你守防线，我守人心，我们同进同退。弓箭手压前，滚石雷木待命。敢退于将，勿诛下令；敢退一步者斩，动摇军心者斩。狗官都跑了，你们一群贱民也敢挡路？今日屠村，鸡犬不留！岳县城死，今日我在，村在，人在，家在，谁敢前进一步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乱军主力到了，至少1000人，县令弃城逃跑了，周边全线溃败，我们没有援军。左翼弓箭手列3排，轮射；右翼滚石雷木全部堆至垛口。中军人手短刃，敢登墙者杀！夜间值守全部前移，敢离岗、敢动摇者，军法处置。是。我的姑娘必须安全。都站住！慌就会死，逃更是死路一条。县令跑了是他无能，我们不跑。粮草充足，药材齐备，前线在拼命，我们后勤绝不能乱。妇孺全部入地窖避险，壮年女子负责熬药送水，搬运石块，老弱看护伤患预备点，一刻不停。违者逐出防线，自寻死路。他在前线死战，我必稳住后方，绝不让他腹背受兵。狗官都跑了，一群贱民拼凑的乌合之众也敢挡我大军。今日踏平白云村，烧杀抢掠，鸡犬不留。弓箭手轮射，稳木放。小夫将，他们冲的太猛了，左翼快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也得顶。身后是老人孩子，你们退一步，他们就死无全尸。
水和干粮每一刻不断，伤兵立刻抬到后屋。是，谢姑娘。地窖安全，伤患安置完毕，石块滚木一步3次，后方绝无问题。他在死战，我绝不能乱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，连个破村子的老百姓都打不过，养你们这群饭桶何用？点火！给我狠狠点火！背上壮木，强攻！今日必踏平这里，鸡犬不留！灭火！用沙土覆盖，守住木门！沙土队、水队，跟我冲！小娘，救命！啊！夏副将，撑不住了，我们没有增援，再打下去全得死在这儿。这一次，难道还是要重蹈覆辙？守住！都给我守住！夏灵，灭火队到了，补金随后就到。文员，前线兄弟，伤药、清水、干粮全到了，坚持住！兄弟们，后方有援，谢姑娘带人为我们守住后路了，我们不是孤军奋战。拼了！为了身后的家人，为了白云村！谢时玉，你守后方，我守高墙。今日这墙，半步不退。头领，不好了！他们的人带着沙土和水来灭火了，
还送了大批补给上去。那些村民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我们根本攻不上去。废物，一群老百姓而已！给我调火箭，把火箭射向墙头，烧不死他们，也熏死他们！我就不信这样还攻不破一个破村子！射火箭！夏玲，小心火箭！夏副将，乱军退了，他们不攻了。别松懈，他们只是暂退，不是撤走。立刻清点人数，修补防线。受伤的兄弟撤下去治伤，其他人轮值守岗，一刻都不能离人。兄弟，快吃点东西垫垫，你们可太不容易了。文渊，你带着人把墙下的尸体清理了，再把能用的兵器、箭矢收起来，伤药和粮草再清点一遍，确保后续供应。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也歇会儿吧。从火攻开始到现在，你一口水都没喝。伤得不轻，赶紧去上药，再拖下去要发炎。刚才火箭射过来，吓到了吧？我没事，倒是你。刚才在墙头，我看你差点被乱军围攻。有你在后方守着，我知道，我不会输。先去上药，防线还需要你，全村人都需要你。各位乡亲，此次退敌，我们折损了7名轻装，23人受伤，粮草剩余70%，伤药足够支撑3日。箭矢与滚石已补足大半，防线也在加紧修补。乱军只是暂退，他们必定还会再来。但我想告诉大家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守好防线，稳住后方，我们就一定能活下去。今日你们的勇敢，我谢石玉记在心里。乱军退去之日，我必带着大家重整家园，恢复生机。跟着谢姑娘干，死守白云村！我们不怕，只要大家一起，就没有守不住的城。接下来，我会重新排片守岗阵型，老弱妇孺继续负责后勤，轻壮分成3班，日夜轮杵守墙，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。我向大家保证，只要我夏灵还有一口气，就绝不会让乱军踏进白云村一步。不好了，谢姑娘、夏副将，乱军后方又来了大批人马，看旗号，好像是正规军的样子。
夏副将，谢姑娘，他们人数至少500，阵型比乱军齐整，可号召看不清是官府的旗还是乱军的援军旗。让守卫们做好备战，盾阵重新列好，弓箭上弦，但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擅自射箭。是。哈哈哈！援军到了，这下看这群贱民还怎么守！快去接应！你们找死！竟敢偷袭老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是乱军援军吗？怎么打起来了？是，这怎么可能？是戍边军的铠甲之士，是我昔日麾下的兄弟。墙头上可是夏灵夏副将，末将是戍边军麾下校尉周恒，奉将军令前来清剿乱军，得知副将在此，特来相见。周恒，果真是你！玉儿娘，副将，村内安置妥当，乱军余孽已全部清剿，周边村镇也已派人联络。末将在村口留30名兄弟驻守，后续补给会按时送到，您放心便是。辛苦你了，替我多谢将军，日后有需，白云村定当鼎力相助。石玉、夏灵，此番前往京城，科考若能得中，我便想向朝廷上书，奏请嘉奖白云村一众百姓，也请朝廷派官驻守这一带，保一方安宁，再也不让战乱之苦累及百姓。我此番去京城，一是想重开商路，将白云村的山货、药材销往各地，让村民们的日子过得更安稳；二是想结识各地商户，建一处商盟，日后若再有战乱，商盟可互通有无，护一方商户周全。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石玉、夏灵、文渊，这锦盒里是全村人凑的心意，还有白云村的山货种子，你们带着，到了京城也别忘了家里。白云村永远是你们的根，我们等着你们回来。各位乡亲，多谢大家的心意，我们此番前往京城，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待诸事妥当，我们必会回来。石玉山货会与大家一起，把白云村建得更好。玉儿，娘，不是说好不要来送我了吗？铺子还指望着娘你呢。这什么啊？我们已经收拾好包袱了。此去京城，山高路长，路上吃。长姐一路平安。京城乃天子脚下，藏龙卧虎。此番前去，不知会遇何种境遇，但若能得偿所愿，便此生无憾了。去京城吃红烧肉喽！你的乌鸦在说什么？他说他再也不要吃红烧肉了。才不是！